大家准备好了吗？娱乐圈今天又要开启霸屏模式啦！相信很多小伙伴和我一样，期待了很久的那部新剧终于有大动作了。今天我们要聊的看点可不少，除了大家都特别关注的新剧开机内幕，还有几位实力派演员的最新动态。话不多说，今天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近期娱乐圈里最值得关注的10大精彩瞬间。快搬好你的小板凳儿，跟着我一起走进今天的视频内容吧，精彩绝对不容错过哦。首先要聊的当然就是咱们大家都特别喜欢的王一博啦。说到王一博，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他身上那股永不服输的劲儿。大家都知道他拥有实打实的6块腹肌，但这可不是为了秀而秀的摆设。这6块腹肌的背后，其实堆积着无数个在舞室汗流浃背的深夜，以及在健身房里和器械较劲的枯燥时光。对于他来说，身材管理不是一种补弹，而是一种职业素养，更是对身体的一种极致控掌。不过有趣的是，虽然大家都对他的好身材津津乐道，但王一博私下里其实是个挺内敛的、挺有分寸感的男孩。除了在必须挥洒汗水的健身房，或者是因为舞台表演或者作挺角色的需要，他几乎不会轻易在公开场合显露自己的腹肌。这种不轻易外露的做法，反而让人觉得他特别踏实。他并不想靠这些外在的标签去博眼球，而是更希望大家把目光投向他的舞台、他的赛车，或者是他的每一个新角色。这种在喧嚣中保持低调，只在专业领域闪光的性格，真的很有感染力。这并不只是关于腹肌的故事，更是一个少年关于自律、尊重与热爱的生活态度。这种得体又充满力量的感觉，谁看了能不点个赞呢？说到肖战，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就是他在荧幕上那些惊艳的角色，但私底下的他其实是个特别懂生活，甚至有点接地气的大男孩。肖战有一个众所周知的个人爱好，那就是泡脚。对他来说，收工后泡个热水澡、泡个脚，大概是一天中的最治愈的时刻了。最逗的是，他送礼从不送那些虚头巴脑的奢侈品，而是实打实的送上一台泡脚神器。这可不是那种老旧的塑料桶，而是科技感满满的高级货，不仅能一边按摩脚底穴位，帮你卸下一天的疲惫，还自带比莱雅音响功能。想象一下，结束了一整天的高强度拍摄，回到酒店往沙发上一躺，脚下温热舒爽，耳朵里听着喜欢的音乐，这生活简直不要太滋润。肖战这种送礼方式，既显出了他的细心，又带着一种特别真诚的朋友情谊。他送出的不只是一个机器，而是一份希望你也能好好休息的关怀。看来这位泡脚推广大使是真的把生活过成了诗，顺便还温暖了身边的一圈人。说到叶一茜，现在在公开场合对孩子的话题总是清淡默写，甚至闭口不提。很多人第一反应可能觉得她是怕了那些网络上的纷纷扰扰，但实际上，如果你仔细读懂了一个做母亲的心，就会发现原因其实挺让人感慨的。她并不是在逃避舆论，而是在和自己较劲。作为家里的顶梁柱，他比谁都清楚，父母的言语不仅是外界的谈资，更是孩子心里的标尺。他之所以选择沉默，是因为他太爱这2个孩子了。他担心在镜头前那些不经意的流露，或者某些下意识的表达，会不小心偏向了儿子。这种偏心可能连他自己都没察觉，但对于敏感的孩子来说，却可能是一道踢痕。所以他决定把所有的疼爱都藏进家门里，在外面他选择做一个安静的妈妈，不给外界解读的机会，也不给家庭和谐添乱。这种克制其实是他经过多年练力后保护家庭最温柔也最理智的方式。毕竟真正的母爱不需要在聚光电下证明，只要孩子们在家里能感受到那份稳稳的平等的爱，比什么都强。关于侯明昊和某女子那段节目应对的事，其实我们没必要看得太复杂。说实话，这真算不上是谁硬拽着谁去捆绑炒作，或者是女方单方面的一厢情愿。
在节目录制的过程中，小侯这孩子心思周密，反应也很快。他其实早就看出了节目组和对方为了节目效果所做的一些考量和小心思，但他并没有选择生硬的去避讳或者拆台，反而表现得非常大方得体。他很清楚，大家都是为了工作，为了让观众看得开心，所以他也选择积极配合，顺着当下的氛围给出了恰到好处的回应。这种配合更多是出于一种职场上的专业素养和对合作伙伴的人尊重。两人在镜头前那种自然的互动，其实就是一种双向奔赴的专业表现。看得出他在人情世故这一块确实拿捏得挺到位，主打的就是一个体面和和气。最近女神叶一茜也化身小咪咪，惊喜现身薛之谦的演唱会。不过逗趣的是，这位大明星并没有坐在显艳的 VIP 专座，而是低调地隐身在后台看台里。台上眼尖的薛老师很快就发现了他，两人随即开启了相声模式。老薛发挥他一贯的幽默本色，隔空开了起玩笑：“沈迪姐，最近是不是手头有点精啊？怎么挑了个离我这么远的位置，我都快看不清你了。”这番调侃瞬间点燃了全场气氛，大家都被逗得哈哈大笑。其实这种像老幼重逢般的打趣，反而让人觉得特别亲切。看得出来，沈提姐是真心想融入普通观众的氛围，享受这场音乐盛宴。这种接地气、不败架子的应动，不仅展示了演艺圈难得的好交情，也给整场演唱会增添了一抹稳暖又调皮的色彩。邓为团队最近在选这本上确实挺有自己的坚持，为了能够让他在荧幕上呈现更高质量的角色，团队催掉了很多找上门的配角邀约。虽然从短期来看，这让手头的资源曝光显得没那么密集了，甚至有人觉得资源断涨，但换个角度想，这未尝不是一种蓄势待发。演艺圈的路很长，比其盲目扎进同质化的角色里，他们现在更倾向于沉下心来，静候那个真正能发光发亮的好剧本。虽然目前的邀约可能不像以前那么多，但这种品质的追求其实是在为未来的大爆发打地基。毕竟，与其在平凡里打转，不如用这份执着去换一个更惊艳的转身。大家可以多给年轻人一点打磨的时间，期待他下一次带来的惊喜。微博世界大会喜报，从长相思里的香柳又一次凭实力出圈啦。随着微博世界大会年度推荐榜投票大师赛圆满收官，我们的实力派演员谭健次再次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这一次，香柳这个角色不负众望，凭借超过800万语的超高人气值，稳稳收顶了影视角色 Top 1的宝座。这个数字不仅是粉丝们的热情的见证，更是对谭健次精湛演技的最好肯定。看着屏幕上的香柳从书里出来，那种既清灵又情史的模样，确实让人过目不忘。这次登顶保守真的是实至名归，让我们一起期待谭健次未来能给我们带来更多像香柳这样深入人心又充满魅力的好角色，继续在荧幕上闪闪发光，加油！大家注意到最近热议的这些事了吗？他和公司所谓的一些事，说白了就像是我们普通人遇到了职场上的瓶颈期。双方合作多年，难免在未来的规划上有些不同的想法，这些深层次的矛盾确实不是三言两语就能摆扯清楚的。现在公司高层释放出一些所谓的硬部消息，其实也是商业博弈中常见的一种手段，出发点还是希望这位当家花旦能够留下来继续并肩作战。虽然现在的氛围看着有点僵，但换个角度想，这也侧面证明了他的市场价值和优秀，所以大家都想争取他。作为职场人，我们还是理性看待，希望双方能够静下心来，找个最舒服的平衡点，达成一个双赢的结果。毕竟粉丝们最期待的还是看到他能够开开心心地拍出更多好作品，这才是硬道理。小伙伴们，大家关注的爆棒好消息来了！由杨紫和憨洞君强联手主演的新剧《杨家》，现在的筹备进度可以用神速来形容。
剧组吃橘子打造的精美布景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尾声阶段，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匠心，看来是要还原一个极有质感的视觉世界。具体的日程表也已经排得满满的，剧组定在11月2号进行演员试镜，精益求精地寻找为每一个角色最契合的灵魂。紧接着，就在11月8号，剧组正式举行开机仪式，并投入拍摄。看到这么专业也效率的节奏，大家悬着心可以放下了。杨紫的灵动加上憨洞君的汉朗，这对神仙组合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不仅打造完成那一刻，故事的轮廓就清晰了。咱们就坐等这部诚意之作杀青，早点在屏幕上和大家见面吧。寿蛮木的新剧《恋人》终于传来好消息了。就在昨天，主演赵露思和彭冠英两位所在的剧组才刚刚紧密锣鼓地完成开机前的最后一项任务——试拍和试镜。大家都知道，这个阶段虽然辛苦，但也是为了呈现最完美的镜头效果。好消息是，一切就绪，就在今天，剧组正式宣告开机拍摄了。看到这两位演技与完美的演员强联手，真的让人倍感期待。开机大吉，希望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来活力，再见。